俄乌冲突，俄罗斯输不起。如果他赢不了这场战争，那么对中国会有多大影响呢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最近几天，由于俄罗斯军队在哈尔科夫方向的大规模后撤，乌军在赫尔松地区的反攻持续。俄罗斯军队要想打赢俄乌冲突，难度持续上升。要想让俄乌冲突停下来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双方谈判。然而，乌克兰政府现在压根儿就不想谈判。泽连斯基甚至取消了与俄罗斯谈判小组的法律地位。在谈判问题上，俄罗斯方面表现得更为积极。其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，俄罗斯不拒绝与乌克兰谈判，但是基辅进一步拖延将使与莫斯科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复杂化。这个态度与梅德韦杰夫的强硬表态反差极大，但是显然不会获得乌克兰方面的回应，因为双方的立场差距太大。俄罗斯想要乌克兰去军事化，承认乌东两个共和国的独立，还要把克里米亚给拿走，并且要乌方承诺不加入北约。这里面涉及主权的条件，都是乌克兰无法接受的。现在随着俄军在战场上暂时陷入被动，乌克兰对俄乌谈判的条件也随之改变。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最近表示，俄罗斯目前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乌克兰的谈判立场。乌方准备与俄方就3件事进行谈判，这包括赔偿、对乌安全保障、对俄战争罪行的法律责任。乌克兰的官媒甚至认为，俄罗斯如果要谈判，就必须把军队从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乌克兰领土上撤出。当然，这些条件也是俄罗斯无法接受的。既然谈判条件双方差距这么大，那么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将对手打服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无论是乌克兰军队还是俄罗斯军队，似乎都没有条件通过战场手段让对方屈服。俄罗斯军队的表现的确拉垮，但是如果将战线进一步收缩，维持基于顿巴斯2个共和国和克里米亚的权益，乌军也将失去进一步反攻的能力。如果再加上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难以持续，乌克兰想通过战争手段建立俄罗斯对等的军事地位，恐怕也是不现实的。别忘了，俄罗斯还是一个核大国。现在的俄乌冲突似乎变成了一场俄罗斯输不起、乌克兰打不赢的战争。如果俄罗斯没有赢得战争的主动权，又要坚持打下去，那么最大的损失方就是俄罗斯、乌克兰以及欧洲各国。俄罗斯面临的损失包括：首先是军事强国的声誉受损，国际威望下滑；第二，俄罗斯在欧洲方向的国际空间会被进一步压缩，地缘战略环境进一步恶化；第三，俄罗斯原有的一些势力范围会生变，一些骑强国家可能会转变立场；第四，不排除俄罗斯国内也会出现反普京力量的崛起。如果俄罗斯无法赢得战争，必然的结果是变得更加虚弱。那么这样的前景对中国有何影响呢？首先，俄罗斯会进一步融入中国经济圈，也就是变成一个亚洲国家，这是比较有利的一面。第二，北约被激活后，俄罗斯又表现得太弱，美国在未来几年内将有更大的精力来对付和打压中国。第三，欧洲因为俄乌冲突受损，与美国和英国之间的裂痕会加深。第四，中亚国家将会更加独立自主，选择靠近中国或者是欧洲。总体来看，中国应对俄罗斯虚弱所带来的后果，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利用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矛盾，同时加强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，以避免俄罗斯力量衰落，让西方势力搞乱中国的周边。所以，加强上合组织、金砖组织的地位，加强与欧洲各国的经济合作，都将是中国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